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宋朝神宗年间，长沙通判叫吴度，他是汴京人，进士出身。他的儿子16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风流潇洒，自幼读诗书，吟诗作赋不在话下。唯一有个怪癖，就是吃东西，吃3升米饭，2斤多肉，10余斤酒。吴度怕儿子吃撑坏身体，特意给他减少了饭量，要是认真吃起来，恐怕这些只是半饱。3月，吴通判任期满了，升为扬州府尹。他收拾启程，一路顺风顺水，不到1天就到了江州。船扬满了帆，本来在水中稳稳地前行，忽然狂风平地而起，掀起惊涛骇浪，差点弄翻了船。吴府尹脸色大变，船夫舵工慌忙收拢船帆，紧急靠岸，费了好大劲才把船停住。吴府尹的船抛锚停下时，看见旁边已经有一只官船停泊，2只船相距约10数丈远，官船的舱门卷起一半，露出里面的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位美貌女子，背后还有3、4个丫鬟立着服侍。吴度儿子看到这一幕，已经对美貌女子心动了。那女子笑靥如花，像水做的骨肉，分明是瑶池的仙女，哪里是人间的。吴度儿子神魂颠倒，恨不得立刻飞奔到她身边，搂在怀中，只是隔着这么远，看不清楚。他心生一计，跟吴府尹说：爹，你让水手把船绑在旁边的船上，就安稳了。吴府尹随即安排水手移船，水手不敢怠慢，起锚解缆，撑进那只船旁。吴度儿子，也就是吴衙内，高高兴兴地跑过去看那美女子。谁知道才过去，女子的舱门关闭，让他的心凉哇哇的。船上官员姓贺名章，也中过进士，前任钱塘县尉，新任荆州司户，带领家眷前去赴任，也因为大风阻隔，暂住江州。贺名章进城拜访同僚去了，所以女眷们开着舱门闲玩。中年女人是夫人金氏，美貌女子是女儿秀娥。原来贺名章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秀娥，才15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伶俐可爱，精通诗书。贺家拿她像珍宝一样，还没轻易许配给别人。当下母女正在舱门口观看这些船只，看见吴府尹船贴过来，夫人便让丫鬟放下帘门。吴府尹派人打听，看看这官船上是什么人，得知是贺司户，便起了拜访的心思。正来人通报说贺司户已经回来了。贺司户接到吴府尹拜帖，便派人去请吴府尹过来，2人喝茶聊天。过了一会儿，吴府尹邀请贺司户到船内喝酒，并且让儿子吴衙内出来。贺司户一看，哎呦，这儿子一表人才，气质文雅，跟他交流古今书史，应答如流。贺司户称赞不绝，暗想此子人才学识，我都满意，与女儿恰好正是一对。但他居汴京，我住健康，两地往来遥远，太可惜了。吴府尹问：你有几位公子？贺司户道：实不相瞒，只有小女1人，没有儿子。吴衙内也暗想，这美貌女子必定是他女儿，看来年纪与我相仿，能娶她这辈子值了。但她只有1个女儿，不肯远嫁，说也白费，别说娶她，今后要再见一面也不能了，还是别痴心妄想了。聊到深夜，贺司户回船里，便跟妻子说起吴府尹和他的儿子，尤其是大大夸奖他儿子人中龙凤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他想明天宴请吴府尹父子，私心想让吴衙内做女婿。秀娥听了，便心里爱慕。第2天早晨，风浪变大，江面上一望去，烟水迷蒙，浪头推起约有2、3丈高，只听得轰隆隆的声音，
贺思护清早邀他父子赴酌，无涯内记挂着贺小姐，一夜没睡。早上贺思护一邀请，他巴不能立刻到船中再见小姐一面，偏偏吴府尹拒绝了，说父子不好一起打扰，他自己去就行了。吴衙内又气又急，幸亏贺思护不听，再三差人邀请，父子二人这才前来入座喝酒，却早惊动后舱贺小姐，悄悄走到门缝中张望，看到吴衙内，小姐动了心，想我要是嫁给这样的丈夫，也心满意足了，但我自己如何开口？除非他家来求亲，也不能单独跟他聊聊，在这里人多嘴杂，没机会交流一下。他躲在一旁，越看吴衙内越爱慕他，恨不得现在就跟他相处一会儿，错过他，怕自己以后再没有机会能够嫁给这样才貌双全的男子了。越想越着急，他在门后一会儿去张望一下，一会儿去张望一下，坐立不安。而他的心思，其他人却不知道。因为啥不知道？母亲在午睡，而丫鬟们没有召唤，巴不得在角落里歇着，只有小姐一个人在这里。吴衙内虽然坐在那里，心思却在舱门后，忍不住偷眼瞧看，见平门紧闭，暗叹道：贺小姐，我特意为你而来，不能再见一面，缘分太浅了。他样样不乐，连酒也懒得喝，喝完酒回到自己船中，没情没绪，便躺床上睡觉。贺思护送走吴府尹父子，请夫人女儿到船里吃饭。秀娥一心想着吴衙内，坐在旁边不言不语，不吃不喝。夫人看了这个模样，忙问道：女儿为什么不吃东西，干坐着？连问几声，秀娥才答道：身子不舒服，吃不下。思护道：既然不舒服，先去睡吧。秀娥去睡觉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吟诗，原来是吴衙内。秀娥听了很高兴，如今他在外吟诗，更深人静，无人知道，正好与他相会。等丫鬟们熟睡，他即披衣起身，将残灯挑得亮亮的，轻轻把舱门推开。吴衙内恰好在门口，看见开门，便钻进去搂抱秀娥。秀娥又惊又喜，任凭他搂着，连门都忘记关了。俩人脱了衣服，云雨一番，正缠绵时候，却有个丫鬟出来解手，喊：不好了，舱门已开，想必有贼。惊动整个船的人，都到舱门口观看。司护与夫人推门进来，让丫鬟点火寻找贼。吴衙内慌极了，叫道：小姐，怎么办？秀娥道：不要着忙，你只躲在床上，他们寻不到此，待我打发完他们，送你过去。刚抽身下床，不想丫鬟照见了吴衙内的鞋儿，乃道：贼的鞋应该躲在床上。司护夫妻便来搜查，秀娥说没有，没人肯听，于是搜出吴衙内。司护道：可恶，你这小子怎来玷污我家女儿？夫人说：吊起拷打。司护道：不要打，直接撇入江里。吴衙内大喊饶命。秀娥哭道：爹妈，都是我的错，不干他事。司护不管，把吴衙内扑通撇在水里。秀娥此时也顾不上羞耻了，哭道：吴衙内，是我害你了。秀娥推开舱门，向着江心便跳，刚跳下水，她猛然惊醒，知道自己做噩梦了，身子仍在床上。丫鬟叫喊：小姐苏醒。秀娥睁眼看时，天已大亮，外边风浪依然狂大。丫鬟问：小姐梦见什么了？那样哭叫都叫不醒。秀娥没言语，心里想：要是真像梦里这样，就算我死也甘心了。秀娥一边想，一边一头随手将舱门推开，却碰巧吴衙内也开着窗户，望向他这边，四目相对，两人又惊又喜，却不敢聊天。秀娥只好拿一张桃花纸，写首诗，用帕子包裹着，用力扔到对面船上。信里除了诗，
还有一行小字：今晚我点蜡烛等你。你听见剪刀声就来。吴衙内喜出望外，暗道：不道小姐有如此才华，真个世间少有。他赶紧回复，也照着样子用腰带包裹着扔过去。秀娥看到他回复的诗跟自己梦里一模一样，很惊讶。终于等到了晚上，他忽然觉得丫鬟碍眼，于是就赏了他们一壶酒。丫鬟们喝光，都醉倒了，提前睡下。两只船静悄悄的，秀娥把剪刀一扔，当啷一声，吴衙内听到，便过来赴约。俩人热情似火，没有闲工夫说话。吴衙内捧着贺小姐的脸，亲吻着，松开纽扣，解开衣服，俩人躺下，胸脯紧紧贴着，身体轻轻靠着。云雨十分美满。云雨完毕，秀娥跟他说，梦里梦见了白天写给他的那首诗。吴衙内认为这是宿世姻缘，所以在梦里才能跟现实一样。吴衙内想着明天跟爹说提亲这件事，却没想到后半夜风平浪静，两只船竟然开走了。吴衙内睡醒才发现自己还在小姐船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贺小姐想出一个计策，白天你去床底下躲着，我也说自己有病，让他们把饭送进来吃，等到地方了，你再趁乱下去。你回扬州后写书来求亲，我爹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跟他们说咱俩已经做了夫妻，他们到时候一定会同意的。夫人走进秀娥房间，看到女儿头也没梳，靠在床边，问女儿，你怎么不梳头？秀娥道，身子不得劲儿，不想梳头。夫人道，伤风了吧，赶紧上床躺着。秀娥道，不想睡觉，睡不踏实。夫人道，你既然要坐着，再穿件衣服吧，冻着了更不好。过一会早饭时间到了，夫人道，你身子不得劲，让丫鬟煮些粥儿给你吃，清淡一点，好得快。秀娥道，拿进来吃吧。丫鬟将饭送进，摆在桌上。秀娥道，你们走吧，等我换时再来。丫鬟走后，秀娥把门顶上，向床底下招出吴衙内来吃饭。吴衙内爬起身，看桌上是2碗荤菜，1碗素菜，饭只有2碗。贺小姐平日饭量只有这些，你想吴衙内平时吃3升米，这2碗饭怎么能吃饱？秀娥让丫鬟又添2碗饭。丫鬟私下议论道，小姐自来只吃2碗，今日说有病，反多吃了1半，奇怪。夫人听见，走来说道，女儿，你身子不舒服，怎么反而吃这么多饭？秀娥道，不妨事，我还未饱力，这一日3餐都是如此。司户夫妇认为女儿年纪长大，增了饭量，却不知舱中另有个吃饭的，还饿得有气无力呢。当晚夜饭吃过了，吴衙内饥饿难熬。秀娥说明天多让送些饭菜过来。第二天，贺小姐假装呻吟，司户夫人要请人医治，但又在大江中，没处去请。秀娥只说肚里饿得慌，要吃饭，一连吃了10多碗，把夫人吓了一跳，劝她少吃。秀娥故意说，不吃了，饿死我得了。夫人陪着笑脸道，我是好话，建议吃罢了，只不要勉强。夫人走后，吴衙内钻出来，把饭全吃了，才5分饱。夫人得知女儿把饭全吃光，觉得蹊跷，认为女儿得了怪病。这天晚上，传到齐州，司户派人去城里访问名医，求神占卦。很快请到个太医，太医看过病后，回复司户说，令爱是干石肌。贺司户道，不对啊，干石肌是婴儿的病，小女今年15岁了，怎么还犯此症？太医笑道，老先生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令爱明虽15岁，但只有14岁之时，如果在寒月出生，才13岁。你想，13岁的女子，难道不算婴孩？此正是饮食失调，兼水土不服导致的。贺司户见说的有些道理，问道，
有理，但今如何治？太医道：如今学生先消其积滞，去其风热，助了热，饮食便会恢复正常。贺司户给太医诊肺，派人取药，煎好送给秀娥喝。秀娥打发丫鬟离开，把药泼入桶中。贺司户夫妻见服了几剂药，没效果，又请一个医者。医者判断秀娥是劳债之症。贺司户道：小女年纪尚幼，如何有此症候？医者道：令爱虚弱，是孩儿劳。贺司户道：饮食无度，这是为何？医者道：寒热交攻，虚火上炎，因此容易饥饿。夫人说：小姐身子并不发热。医者道：内热外寒之症，所以不觉得热。不一会儿，家人又请一个太医来，那太医却是个老者，须鬓全白，步履蹒跚，刚坐下便自夸医术神奇，诊过了脉。他向贺司户道：令爱这个病，只有老夫认识。贺司户道：是何疾？医者道：这是革病。像令爱这革病俗名唤作老鼠革，背后吃得多，人前一点也吃不下，吃多了就成骨胀，到时候神仙也难医。如今幸亏还来得及，包在老夫身上，可以除根。秀娥却背地里把所有的药都倒进尿桶里，她每天与无涯内云雨，渐渐地忘乎所以，弄得床嘎吱嘎吱响，气喘吁吁，让丫鬟听到，告诉了夫人。夫人一看女儿脸色红润，不像有病，思来想去，便决定去女儿房间看看。没想到进屋却听见床底下传来呼噜声。夫人看到床下有个男人睡觉，便问女儿是谁。女儿说：这是吴府尹的衙内。夫人惊道：吴衙内与你从未见面，他怎么能到此？秀娥把前后事细细一说：我丧明失节，实在对不起父母，但我与吴衙内视同生死，非他不可，希望母亲成全。说完泪如雨下。夫人又气又恼，吞声忍气，离开房间。秀娥等母亲走后，急忙叫醒吴衙内，埋怨道：你打鼾也该轻些儿，惊动母亲了。吴衙内听说是败露，吓得浑身冷汗。秀娥道：莫慌，我跟母亲说了，她不同意，我跟你一起死。夫人找到丈夫，说那些医生都是骗子。司户道：你怎么知道？夫人将女儿的事情说了，司户气得发昏。司户道：罢了罢了，不孝女，今天晚上把他们俩都杀了吧。夫人吓得面如土色，你我只有这一个女儿。吴衙内才貌兼全，招她为婿，本来就门当户对，但他不来提亲，私下做这事，哎，咱们不如将错就错，送他回去，写书给吴府尹，让他派人来下聘，两全其美。司户没办法，只得依着夫人。他吩咐水手在前面停船，贺司户夫妇一起去找秀娥。那吴衙内看见了贺司户夫妇，战兢兢爬出来，伏在地上，口称死罪。司户大骂他一顿，让他回去准备聘礼娶女儿。吴衙内离开后，秀娥十分想念，以至于真的病了。话分两头，吴府尹船行一半，发现儿子不见了，吓得府尹夫妻魂魄飞散，悲痛的嚎哭，又派人打捞儿子，把100里内的江都捞遍了，也没见尸骨。吴府尹因没了儿子，连官也不做了，手下人苦劝几天，才去上任。不到1日，贺司户家人送吴衙内回来了。父子一见，又惊又喜，明白事情原因，把衙内责备一番，准备聘礼，写起回书，派人求亲。吴衙内也写封私书寄予贺小姐。贺小姐正在病中，见了吴衙内书信，然后渐渐痊愈。吴衙内很争气，日夜读书，到京城应试，一举成名，中了进士，被封荆州府湘潭县县尹。吴府尹见儿子成名，便让儿子择吉迎娶贺小姐过门成亲。秀娥过门之后，夫妻和顺，
赫斯户思念女儿，也搬去随女儿居住。无涯内生的二子很有出息，也成了进士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